上部影片介绍了 AI PC 是什么，也观望了许久，终于选定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台超棒的 AI 文书机——华硕 SS VivoBook S16 OLED。这台笔电不仅拥有顶级的 OLED 萤幕，还搭配了高效能的处理器，让你在文书作业和创作上都能得心应手。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这台笔电的规格。SS VivoBook S16 OLED 采用了一款16寸的 3.2K 高解析度萤幕，解析度达到3200×1800，并且拥有120赫兹的高萤幕更新率。更棒的是，它采用了16:10的萤幕比例，让你在打稿做报表时更加舒适。MySS 里面还内建了 sRGB、DCI-P3 和 DisplayP3 的色域调整选项，让你在创作时更加省心。华硕招牌的 OLED Care 和低亮度防闪烁技术也一样不少，色域、色准、亮度都是顶级表现。以这个价位来看，这块萤幕真的无话可说，绝对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顶尖的一块萤幕。在规格上，这台笔电提供了2个版本的处理器选择 ：AI 世代的 Intel Core Ultra 5处理器 125H 和 Core Ultra 9处理器 185H。如果你只是需要一台顶级 OLED 萤幕的文书机，那么 Ultra 5版本就非常够用了，搭配 16GB RAM 和 1TB 储存空间，价格只要36900元，性价比超高。如果你有影像处理需求，或者平常文书工作量比较大，那么选择 Ultra 9处理器会更适合你。这个版本的 RAM 提升到 32GB， 让你开一堆视窗、网页、做图都更加流畅。这台笔电还内建了 Copilot 按键，是目前所定义的 AI PC 标配。重点来了 ，SS VivoBook S16 OLED 虽然是一台16寸的笔电，但重量只有 1.5公斤，以16寸机型来说非常轻便。今年 SS VivoBook S 系列还有一台14寸的版本，叫做 SS VivoBook S14 OLED， 便宜3000元，但真心推荐大家直上16寸版本，因为只要多花3000元，就可以从14寸 WexGuard 1920×2000 60赫兹的 OLED 升级到16寸 3.2K 3200×2000 120赫兹的顶级 OLED， 储存空间也从 512GB 升级到 1TB， 重量只多200克。除非你一定要14寸，否则真心建议直上16寸版本，大萤幕用起来的爽感绝对更高。我们来实际体验一下这台 SS VivoBook S16 OLED 2020版，看看它有哪些优点和缺点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这台笔电的外观。今年的 SS VivoBook S16 OLED 采用了全新的2024改款设计 ID， 相较于过往的 VivoBook 系列，更加活力简约的设计风格。今年的 SS VivoBook 完全变成了简约质感风，这次的黑色版本真的是黑到非常彻底，远远看去还有一种高阶商务机的感觉。这台笔电采用了整片雾黑金属上盖，搭配新版的 SS VivoBook logo， 设计简洁利落。雾面处理虽然反射率比较高，但这样的 coating 比较不容易沾上指纹，就算有也会比较好擦干净。除了我们手上的黑色版本，还有迷雾蓝和玫瑰金仅限14寸机型可选，让你有更多选择。在 I/O 接孔配置上，设计也非常合理，主要的接孔都放置在左侧，包括一个 HDMI 2.1 接孔，最高可输出 4K 60赫兹或 8K 30赫兹，2个支援 Thunderbolt 4的 USB-C 接孔，达到 40Gbps 的高速传输，支援影像输出和 PD 充电，还有一个 microSD 读卡机和 3.5 毫米接孔。右侧则有2个 USB 3.2 Type Gen E 接孔，达到 5Gbps 传输速度，接滑鼠或接收器都非常顺手。整体来说，这台笔电的接孔配置非常充足，尤其是2个 Thunderbolt 4接孔，诚意十足。重量方面， SS VivoBook S16 OLED 单机大约 1.54公斤，加上原厂充电器后大约 1.92公斤。以16寸机种来说，重量控制非常漂亮。别忘了这台还有 Ultra 9版本，TDP 可以接到50瓦，应付重度文书或 AI 应用也游刃有余。实侧上盖可以单手开合，并且达到180度的开合角度。打开后，我们看到，第一眼就能看到这台的萤幕占比非常高，采用4载边框设计，看上去非常舒服。顶部拥有支援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的视讯镜头，还有实体遮罩设计。关上后会出现华硕经典的橘色点点，物理性避免影子外泄。接下来就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啦 ，SS VivoBook S16 OLED 搭载了一块非常漂亮的16寸 3.2K OLED 亮面萤幕，拥有120赫兹的高萤幕更新率，并且采用了16:10的萤幕比例。
为什么要特别提到16:10呢？因为当你在做文书作业时，16:10相较于传统的16:9，上下的显示面积更多，可以看到的文字也更多，分割成左右画面时高度也更充足，写报告、做报表都更好用。如果你拿来修图，甚至简单剪片，16:10也会直接多一轨。Photoshop 的图层也会更一目了然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笔电都采用16:10的新比例，因为它真的明显更好用。为什么大家会想选 OLED 萤幕？OLED 具有超高色域覆盖，容易做到高色准，且均匀度相较起 LCD 更容易做好的绝对特性，并且 OLED 还有一个天生的优势，就是纯黑不发光，追剧效果一流。华硕还内建了防烙印和低亮度防闪烁功能，让你用得更安心。我们继续往下看 Asus VivoBook S16 OLED 的设计。首先，右侧保留了大家喜爱的实体数字键，虽然方向键不是全尺寸，但依然实用。这次的触控板超级大，滑顺度和回馈感都很不错，还有静音设计，使用起来非常舒适。键盘部分，我特别喜欢这个方正的巧克力键帽，看起来整齐又有质感，没有跳色设计，更显成熟。顶部有快速关闭麦克风的快捷键，还有 MyAssist 的快捷按键，方便使用。作为 AI PC 的一员，这台笔电当然也有 Copilot 快捷按键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键 ，Copilot 就会马上跳出来，像个小助理一样帮你解决问题。无论是问简单问题，还是请他帮你摘要网页内容， Copilot 都能轻松搞定。Copilot 还能生成图像，输入你想生成的内容文字，它会生成4张图片给你，解析度达到1024×1024。更酷的是 ，Copilot 可以理解你提供的图片，并生成相似风格的图像。比如截取的图片，请它生成一张类似的 logo， 它就会产生对应结果。任何问题都可以问 Copilot， 只要记得这个快捷按键就好。键盘部分有单区 RGB 背光设计，预设是 RGB 循环，亮度适中，适合昏暗环境使用。RGB 可以透过 Windows 动态光效进行控制，调整颜色和亮度。键盘手感偏软，适合长时间打字。静音设计也处理得不错。来到效能环节，让我们看看 Asus VivoBook S16 OLED 的实力。这次的 VivoBook S16 OLED 主要针对需要文书用户和影像处理需求的朋友。如果你只是纯文书使用， Core Ultra 5的版本已经非常够用了。华硕还特别加强了结构设计，所以你会感受到它的厚实度。记忆体方面，这台采用了 LPDDR5X Onboard 设计，轻薄又减重，但无法扩充，所以选购时要选好，建议直接上 32GB 版本。储存空间则搭配了 WD 的 SN5601TBM 2PCIe 4.0 SSD， 预设就有散热片。作为 Core Ultra 时代的机种， VivoBook S16 OLED 内建了专为 AI 运算而生的 NPU 处理器。在系统管理员里，你可以看到 Intel AI Boost 的 NPU， 这让即时运算更省电。例如线上会议时，背景模糊只需5到10瓦功耗，比过去的20到30瓦更高效。这台笔电还有自动追踪和眼神修正功能，让你的视讯会议更专业。说到 Intel Core Ultra， 不得不提这一代的内显效能大幅提升。这次的 VivoBook S16 OLED 从 Iris Z 升级到 Intel Arc 内显，这让你在文书笔电上也能轻松进行 1080p 或 4K 的影片剪辑，甚至 Photoshop 和 Lightroom 也毫无压力。偶尔想放松玩玩主流游戏也完全没问题。建议设在 1080p 低画质 ，FPS 更稳定。散热方面 ，VivoBook S16 OLED 采用了2组97片散叶的散热风扇和2组热管，双风扇双热管设计应对 CPU 散热绰绰有余。MyAssist 里还有全转模式，适合高负载输出使用，但噪音会达到 54.2 dB。平常使用建议选择效能模式即可。Cinebench 多核测试中，效能模式和全转模式差异约 7%。续航力方面，这台笔电配备了 75Wh 的大电池，纯文书打稿、听音乐可以达到7到8小时以上的续航。外出时搭配小尺寸的 PD 充电器就很方便。最后，这台笔电还拥有 Harman Kardon 认证的 Dolby Atmos 立体声喇叭，声音效果在同价位中表现不错。总结来说 ，Asus VivoBook S16 OLED 最大亮点依旧是那块 3.2K 120Hz 的顶级 OLED 萤幕，并且具备所有进阶功能，包括4档内建色域描述档默认文本、OLED Care 防止烙印和低亮度防闪烁、16寸的体积和不错的效能释放，最终控制在 1.5 公斤左右。对于需要高效能的文书用户来说，
这是一台值得考虑的选择。以上介绍希望能让大家选购 AI 笔电有所帮助。更详细介绍可点选描述栏的连结观看哟。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。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和问题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们下次见啦！